人为了给自己生个丈夫，每天都要喝10杯羊奶。在她的精心呵护下，丈夫的小体格子长得也很健康。1周之后，女人心怀忐忑地躺到了手术台上。时隔2年半，终于到了与丈夫见面的时候。手术很顺利，丈夫也生得白白胖胖，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，她每天都过得很幸福。爷爷死后为她留下了不菲的遗产，所以她也不需要工作，每天的日常就是奶丈夫，期待着她快点长大。时光飞逝，转眼间丈夫已经8岁了。虽然是从自己肚子里出来的，但贝卡从没将汤米当成儿子对待。不过为了不让汤米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，平日里他们还是以母子相称。可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却根本不是母子该有的样子。贝卡从没在汤米面前避讳过什么，在她心中，这小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。而小汤米也不愧是一个情种，上小学的第2天就带回来一个女同学。Mom? Eric's staying over tonight. 汤米的这番操作让贝卡心中很不是滋味，她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吃醋了，但这小子仿佛天生就招女孩子。第2天就又结识到了一个，好似感受到了贝卡笑容下隐藏的杀气，女孩急忙告辞离去，这就让贝卡心中很满意。I couldn't smell it. What about you? I could. What did you smell? The coffee smell. Coffee smell. Coffees have a weird smell. Where did you hear that? Oh, Mum, everyone knows that. They smell like window cleaner. It comes from their skin. 汤米的话让贝卡心中一沉，他急忙去找小镇上的情报组打探，结果证实女孩确实是克隆人。更炸裂的是，她妈妈生了她妈妈，而她就是她妈妈的妈妈。从他们略带嫌弃的目光中，贝卡感受到了他们对克隆人的抵触。不过这与她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贝卡的期盼中，汤米终于迎来了自己的9岁生日。他邀请了镇上的玩伴，结果却没有一人赴约。为了不让汤米失望，贝卡又挨个打电话进行邀请，而那些被邀请的孩子家长无一例外全都拒绝了贝卡的好意。他们似乎知道了什么，为了不让汤米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，贝卡毅然决然地带着他搬出了小镇。一个简单的海边小木屋就成了这对奇怪母子今后的居所。看到有新的邻居过来，住在这里的小朋友立刻过来打招呼，见对方是男孩，贝卡瞬间就高兴了。这种新朋友不但可以帮汤米走出阴霾，还可以让自己放心。所以就算他们在家里随便走，贝卡也由着他们。远离了那些人情世故后，整个世界仿佛就剩下了他们2人。 Now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with you. Go ahead. 小朋友打断了2人不正常的旖旎，不过对贝卡来说，事情似乎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之后的日子里，2人就这么平淡的生活在小木屋。汤米也在贝卡的精心照料下慢慢长大。这天早上，贝卡如往常一样来叫汤米起床用餐，结果下一秒，被窝里就伸出了一只明显小了很多的脚。贝卡心中很快就确认，这是一只女孩的脚。看来汤米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自己都不知他何时又带了女孩回来。见贝卡进来，汤米急忙引荐2个女人认识。贝卡表面上客气的回应，实则内心却感受到了一股危机。但她现在扮演的就是母亲的角色，没有理由去阻止汤米恋爱。看着亲密的2人，贝卡只能识趣的先行离开。做完晨练后，汤米找到了贝卡，他来是要征求母亲的同意。女友莫妮卡已经同意搬过来和他同居。贝卡能说什么？她只是一个性格柔弱的女人。莫妮卡搬进来后，贝卡的生活就仿佛掉进了深渊。看着汤米2人在自己面前撒狗粮，她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自己好不容易养大的丈夫，现在却被其他女人给拱了。这种感觉就像明明我买的是香港美城月饼，结果你却告诉我它是广东产的低端货。贝卡将自己关到了房间里，这样做一是为了眼不见心不烦，二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汤米，宝宝心里苦，宝宝不开心。但汤米这个渣男却只顾自己享受，从秋天熬到冬天，他都没将莫妮卡赶走。于是这天早上，趁莫妮卡出去晨跑，贝卡来到了汤米的房间，她要夺回丈夫的使用权，可不能再便宜莫妮卡那个坏女人。感受到贴上来的娇躯，汤米立刻就迎了上去。上手之后才发现，这手感明显大了几个尺码。看到是贝卡后，汤米顿时就尴尬了，想着可能是母亲一个人睡太冷，他也就没多想。这边才刚提上裤子，跑完步的莫妮卡就回来了。这妮子也是，自己晨练完了还不行，进门就要拉着汤米再练一遍。I have to take a shower. 贝卡的心态都差点崩了，本来是想偷家的，结果又被喂了一波狗粮。不多时，小情侣就从海边返回，看到母亲终于愿意出来，汤米也很开心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和母亲玩闹了。见到母子2人和好如初，莫妮卡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可笑着笑着，她就笑不出来了。这2人的亲密举动貌似有些太离谱了，母子俩的旁若无人直接就给莫妮卡气走了。这天夜里，贝卡再次被隔壁的动静吵得无法入睡，于是第2天他就找到了莫妮卡，没有任何言语，只是给了她一个孤傲的背影。聪明人肯定都知道，他这是在宣示主权。翌日，洗完海水澡刚返回木屋，就遇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奶奶。见到汤米后，奶奶瞬间就不淡定了，她的眼神中夹杂着震惊、思念、欣慰等复杂情绪，这就让贝卡很紧张。他立刻命令汤米先回屋里，但汤米有种感觉，
自己好像应该认识面前的奶奶。老人没有为汤米解惑，与贝卡简单打过招呼就离开了。但老人的到来却让汤米感到了一丝不安。晚上等莫妮卡睡下后，汤米来到了贝卡的房间，他希望母亲可以告诉他老人的身份。结果贝卡直接无视了他的疑问，只是轻抚他乱糟糟的秀发。这天起，汤米就好似变了一个人，在那种莫名的惊恐中，他也变得越来越暴躁，而恐惧的情绪也是会传染的。莫妮卡感觉如果再住下去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没了。于是他麻溜地收拾行李跑路。对于莫妮卡的选择，汤米几乎就没反应。他现在关心的是老奶奶的身份，那似乎是可以影响自己人生的大事儿。见汤米态度如此坚决，贝卡终于下定决心，决定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告诉他。9岁那年，贝卡来到了爷爷所在的海边小镇。记得那天雨很大，在木屋下躲雨的贝卡遇到了一个男孩，男孩介绍自己叫汤米，还邀请人生地不熟的贝卡去家里玩耍。就这样，汤米成为了贝卡在小镇上唯一的朋友。几天交往下来，二人的关系也在突飞猛进，贝卡甚至已经开始夜不归宿了。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两个孩子也没想到分别的时刻来得会这么快。贝卡的妈妈在东京找了一份工作，她之后会随着妈妈前往东京生活。虽然很舍不得，但这些事并不是他们能左右的。 I have to go. Ice cream.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青梅竹马。回去之后，贝卡依旧沉寂在离别的悲伤中。不过接到汤米的电话后，他的心情顿时就好了起来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这种感觉就是很奇妙。汤米告诉贝卡，明天会过来给他送行，还要给他准备一份礼物。结果贝卡一直等到游轮出发，也没能看到汤米的身影。再次出现时，贝卡已经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美女，小镇还是记忆中的样子，爷爷留下的房子也没有任何变化。安顿好自己后，贝卡第一时间就来到了汤米家，不过他却扑了个空。据汤米的母亲所说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生物学方面的高材生了，因为每天都要与一些小动物打交道，所以他就搬出去独自居住。根据汤米母亲的指引，贝卡来到了汤米的居所，结果进门就看到了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，这让他心中不由一沉，难道是自己回来晚了？没等他询问出声，就被身后的一个男生叫住。 Who are you? What are you doing? I'm looking for Thomas. I'm Thomas. Hi, Tommy. Hi. Who's she? How was Japan? Fine. 72nd floor. 即使12年没有见面，双方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但二人还是在几句话间认出了对方。金发妹感觉自己被无视了，急忙出来宣示自己的主权，结果这俩人眼中就只有对方。许久未见的二人诉说着思念与回忆，看着这对含情脉脉的狗男女，金发妹感觉自己好像有些多余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汤米就等在了贝卡的家门外，由于没顾上吃早饭，他就赶紧在贝卡没出来之前多喝2口风。贝卡试探性地问汤米，他女朋友知不知道他来找自己？汤米则表示昨天是和那女孩第一次见面，臭渣男，第一次见面就将人家带回家。不过对于汤米的回答，贝卡倒显得很开心，因为曾经的感情基础还在，所以二人在一起也算是理所应当，这也让他们省去了很多步骤。然而上帝似乎见不得贝卡幸福，在一次旅途中，还是发生了他最不能接受的事情。 I need to pee. How badly? Badly. Limousines. 这一刻，贝卡感觉天都塌了。这个自己想了半辈子的男人，才仅仅只拥有了几天。他不能接受汤米就这样离自己而去，于是便带着一份最新的生物研究证明，找到了汤米的父母。那是现今最先进的克隆技术，只要拥有死者的基因，就能通过母体塑造一个和死者完全相同的克隆人。汤米妈妈有点不能接受挖开儿子的坟墓，况且他的年纪也不再适合生育。岂料贝卡当即就表示，他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承载汤米的基因。见他如此拼命，老两口最后还是同意了。若是真的能够成功，将来他们说不定也还能再见儿子。经过10月怀胎，贝卡终于将克隆人汤米给生了出来。看着电脑中本体汤米与父母的合照，再结合那位奶奶给自己的感觉，克隆汤米也不得不相信这个事实。唯一让他不能接受的就是，他竟然是自己曾经最讨厌的克隆人。 Why did you do this thing? Look at yourself, Tommy. You here? So?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now?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fucking life of mine? Don't you see? I have no idea who I am! Can't you understand?
汤米的情绪有些失控，贝卡则不停地安慰他，希望他接受自己的身份。最后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下，二人还是发生了。这之后，汤米更加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一母一友的女人，于是他选择了外出游历。而对于贝卡来说，她这么多年的付出也总算没有白费，因为她的克隆丈夫为她留下了一份最好的礼物。至此，电影结束。略带人伦的炸裂剧情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。好在女主是伊娃格林，如果要用2句话概括这部电影，那大概就是：未曾生我，我是谁？生我之时，我是谁？